有些小兄弟说他就想练一个英雄啊，就可以5条路都打，还可以单靠一个英雄啊，就把他打上 S， 有没有这么好的好康啊？真的有啊，就是我们的飞类，这一次直接拿他来打中路对面的貂蝉，直接被吊打了，怎么玩呢？在新版之中怎么出装奥义魔纹？他克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所克？他适合打什么英雄呢？好好享受吧。透过小兵叠起被动看到对面的貂蝉，一手闪现叠起被动转圈圈，把你死神之肉打出来，再把你人头收掉。可是这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啊！看到对面还有一只小萝莉安奈特，她不是萝莉吗？没所谓，直接也转起了大招，一下真伤把你最后就拿下。哎呀，剑仙莫拉，我们直接不断的一个影子，马上转起了，再2技能把你给拿下，成功逃脱。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飞类排位赛的实战解说。那这一次呢，我们用到飞类是拿来走中路。第一件出装方面呢，我们就会出到魔防鞋，因为对线呢是貂蝉呢，他这个英雄呢控制很多貂蝉，而且控制了很久，你没有一个魔防鞋去应对他的话的韧性呢会很不足够。整理完兵线之后，马上去看一下自家的红区，因为皮皮这一把呢，感觉上是要打双人线，哇，这里直接闪现的不能够啰嗦，不断的刷起被动啊，打来打去，貂蝉怎么兵都兵不到我们很多次，不断的吸，现在终于来了人了啊，一个打2个打3个，把对面貂蝉收掉之后，就不要再深追了啊，有收掉一个人头就好了。上路发生一波单杀，我们的这吕布小兄弟啊，被佛罗伦给单杀了啊，没所谓，我们做好自己就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要回城啊，这个补包你就不要拿了啊。那之后呢，我们会出的就是板甲，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出一个银灰护腕，看你自己想要容错率。容错率的话呢，就是出板甲，防御力高一点，对面打你的攻速没有那么高。而如果你想可以刷起更多的被动技能，那你就用银灰护腕，反正2个装备呢都是合上去红盾的一个标配，把对面的貂蝉勾过来把他人头给拿下。那这里我们直接整理兵线，值得注意的是莫拉的2技能你不要触碰他的边缘，没触碰到他的话呢不会痛的，怎么还你也没所谓。这里不过上路放一个佛罗伦下来的话，自己就要小心看，有时候看一下，到底对自己的路那么多路，3条路到底人头是不是消的？除了自己的路那一方面呢，每一个敌方英雄都要注意。比方说刚刚如果佛罗伦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就会被他直接给收掉了，直接收了一个再来2个，刚刚没所谓，我们这里先蹲一波点，看一下这个佛罗伦呢会不会向下走然后这里我们大招命中了他直接缴出他的大招呢，就不跟我们打。那这一波吕布小兄弟是有机会把他上路的塔给拆掉了，因为他已经回补了。那选择灵鸟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这个看到魔龙区有集结，那克被3个围攻我们4个了不要再打了。景小兄弟没有要打，而皮皮也没有要打。那我们的凯撒路就选择去反对面的一个红 buff 作为交换，那也是可以的。那克罗斯只能自求多福了，全部小兄弟都没有要打。3段位也能逃吗？还是逃不掉那克小兄弟没所谓。那下路呢发生了一波2打1的，杀了对面的打野把对面莫拉给收掉。使用到飞类的话呢，为什么它可以走中路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呢，他原本资源星呢就很够，而且呢他的技能组方面原本呢就可以
拿出一些的很好整理兵线的速度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正是中路很需要的啊。不过如果选了一个飞类，如果还想补打野或者射手位的话，尽量可以选择，比方说达尔西或者是奇尔啦来打野。那如果射手方面可以选择兰朵啊，或者是特尔安纳斯，因为补魔伤，那这样会比较平衡一点啊，在选角上面。那把中路兵线呢不断的整理啊。看一下有没有一个轻中转上的机会。那这一波呢，貂蝉的整理兵线呢都是做得很不错的啊，所以呢，我们马上整理完兵线呢，就去上路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对面的死神之后打出来，不断的打，把对面佛罗伦呢就拿下来了。把明雷飞龙舒哈再度的拿掉，谁拿都可以啊。如果是飞类拿，其实会很好，因为呢。现在第一，我们没有像无敌战神一样可以不断的回血，虽然被动可以转可是不一定是转得到敌方英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跑速也是对飞类来说很重要的。这里不能打，我们血量很残啊，对面人头也是消蛮多的，只能够把兵线整理完，先回补一下。而在第三件出装方面呢，大家可以选择。仙灵或者是说出天丛云都是可以的选择。如果说仙灵的话呢，打人就没那么的痛。可是对到像对面貂蝉，因为你跟他对线，他打你呢也没有那么的痛这个就是一个取舍。不过呢，迟出早出都是要出就看自己的一个顺序对面到底一个貂蝉在前期发挥的好不好而去选择。一个闪现打进去，来手把他的这个死神之右呢转出来了。那值得注意的是呢，遇到貂蝉就要躲他的洞，不要给他冰住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把玩飞类，我们1、2等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躲对面的貂蝉的洞，你要很注意到底他缴了没有所以你才可以这么的不断的躲。这里直接个大招把对面的安奈特给收掉。可惜吕布小兄弟呢刚刚去了回补所以他呢必须要回到凯撒路去把兵线给整理，要不然他塔会掉。那可是这样的话呢，佛罗伦就会被放下来了。而打野刚刚刚好刷了4下，那就没办法，没所谓。画风一转，过了很久，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先把兵线整理一个炮车都足以让你的中路2塔呢消耗的很多血量，所以兵线呢必须要优先整理击杀往往是为了争夺地图上的资源那其实佛罗伦到飞类呢，飞类不好打因为它很容易躲招这里没所谓，我们那就叠起被动把他人头直接消耗到1滴血量，让井来收人头最后1滴那也没所谓井也是需要发育的，那给他也是可以的。这一个时间点呢，可以马上去做一个凯撒了。我们去给到视野马上把对面的红 buff， 他还有一个制裁，那就没所谓，不断的打，看一下能不能还够再打。果然能够先转一个，再转一个收掉，来手闪现，又来一个叠被动，不断的打，可是不会怂我们还是不断的转起来，有没有小兄弟要再打，再转一个？这里能够收得掉，如果再来一位小兄弟的话。那克罗斯小兄弟这里呢没有想要打，不然的话对面2位英雄就可以妥妥的收掉，没所谓飞类这个英雄的特点就是可以以1打多绝对不用怂，只要你有自己的操作你觉得自己我能够转起来，轻轻松松把对面就能够反杀，那就秀起来吧。玩到飞类的话这里不是大家的电量没电，是我的电量没有电20%，通常大家。老观众就会知道小兄弟们怎么电量老是都是红色的，或者10%以下，或者是20%以下的看到对面呢，在集结在红区呢，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先蹲在 L 草。而出装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先出角斗士，然后呢，再把仙灵直接给合上去。如果怕麻烦的小兄弟不用麻烦直接跟着右上角的出装图出就可以了小装备这些，看得懂或者是说没有所谓的你就出如果是觉得
这样太烦了啊，那就跟着右上角的出装图就可以了。看到上路集结啊，红区有集结的话，马上一个2技能勾过来，安奈特再转起来，一个大招上去打出差不多2000的真伤，他马上就要回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呢把上路的外塔高地直接给拆了，再勾一个对面小丑，他直接就缴出他的闪现，不断的压，看这一波能不能够打出一波局呢？不断的打，佛罗伦也被收掉，这里是可以的啊，小老弟。那吕布的话，选择他没有血量，就去等待他技能，或者是想要去拆中路啊。可是这里是绝对可以打，对面全部都超残，可是没有血，没有小兄弟，可惜啊，要跟上。其实再等多一下，比方说再开一个无敌战神，或者是紧在后面的不断的拉打之类的。都是可以把对面收掉，我们来扛。可惜呢，我们扛的时候，小兄弟没有要打。不过呢，不是5排，通常都会有这种的沟通状况，没所谓。等待下路的兵线到来呢，直接的就拆对面的2塔先呢，队友在打团，我们就去把下路的塔直接给拿掉，放兵线进去。很多时候呢，打完团发现没有兵线也做不了一波，所以保护兵线是很重要的。这里看到那么多小兄弟直接一手大招把对面的小丑给秒了啊！那这里又躲过对面貂蝉的兵，这把可以发现对面貂蝉完全我们是不怕他。那他搭什么英雄好呢？佩纳爱丽丝。那他克什么英雄呢？龙马莫托斯。那他会被佛罗伦还有阿塔所克。感谢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哦。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